蛋糕城的一个教堂模样的建筑物里，一个好像无脸男一样的黑色影子站在最前面。他的面前有一大群人正排着队来到他的面前。他会向所有人问出一个同样的问题 ：Live or laugh？ 当人们回答 laugh 之后，黑影就会从这个人的胸口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小球球，放进自己的篮子里，如此反复，直到所有人都进行完了这种奇怪的仪式，黑影的篮子也被小白球堆满。这是借由大妈混合果实的能力，在万国进行的一种特有的仪式。大妈的能力可以自由地进行灵魂交换，万国的居民每半年都会向国家支付1个月的灵魂，以换取自身安全。所谓的灵魂就是寿命。住在万国的人会以每年换2个月、每6年换1年的速度失去寿命。在每半年进行的一次取得寿命的仪式中，大妈自身的灵魂制成的化身，也就是这个黑影，负责抽取人们的寿命。居住在万国的居民只能选择离开或者留下，留下的人献出寿命，寿命被黑影抽走后，散布在全国各地，赋予各种物体寿命，将它们拟人化。娜美他们看到的花草树木、会说话的鳄鱼以及骑着鹤的兔子，都是这种能力的产物，他们统称为霍米斯。但是对于尸体或者人类，灵魂就是无效的，这就是万国的真相。这些情报是路飞请猥琐大叔和苹果汁为交换条件从他的嘴里套出来的。路飞很好奇的是，那些跟自己同伴长得一模一样的生物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也是霍米斯？大叔解释说，这是布雷精进果实将动物变成了人的模样。路飞一听就火了，扯着大叔的眼皮怒骂：“你刚刚一直看着我像个猴子一样在这瞎忙活，你也不提醒我一下。”大叔解释道：“因为自己不想卷入麻烦里，不想和任何人扯上什么关系。从一开始，布雷一级森林中那些会动的花花草草对娜美和乔巴展开攻击的时候，娜美就对这个吐满半截身子的大叔产生了怀疑，因为布雷那些人既不会对大叔进行攻击，也没有对他的存在感到任何的奇怪和别扭。看上去那些人好像早就习惯大叔被埋在这里了，根本懒得搭理他。”大叔想了想，告诉娜美，他和布雷他们谈不上是伙伴吧，总之不是敌人。在路飞和娜美的威逼利诱下，大叔纠结了半天，才缓缓说道：“在很久之前，自己是大妈夏洛特玲玲的丈夫，在和大妈生了2个女儿后，这个大叔就被大妈无情抛弃。刚刚的战斗中，布雷和霍米茨们并不是有意不对付这个大叔，而且根本就是将他无视，视他为空气。”此言一出，路飞和娜美同时惊讶叫了出来。这时，周围的霍米茨也睁圆了眼睛，面露恐惧。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路飞和这个奇怪大叔，而是因为另一个突然来袭的身影。大妈海盗团的最高干部之一，甜点3将星中的艺人，大妈的第10个儿子，饼干大臣夏洛特·克利加，悬赏金8亿6千万。森林里的霍米茨都吓傻了，克利加身上突然爆发一股热浪，直接将周围的霍米茨摧毁。接着，克利加踏着沉重的步伐找到路飞这边，伸出手抓住大叔的头发，使劲往外薅。大叔痛得发出连连惨叫，克利加像拔萝卜一样将猥琐大叔一把从土里拔了出来。“你是个傻子吗？居然向敌人泄露了这么多情报，蠢逼！”路飞和娜美看到大叔的身体后彻底傻了，看大叔那个硕大的脑袋，一直以为他是个巨人族，没想到只是脑袋大而已，实际上身子又矮又矬，难怪会被大妈抛弃。大叔哀求克利加说道：“让我见见我女儿，见戚风一面吧。听说她结婚了，我想和她说一声恭喜，求求你了，让我和玲玲谈一谈。我听说罗拉也离家出走了，他们2个对我来说都是无可代替的家人啊。”罗拉离家出走？娜美听到这个名字后一怔，脑海中立马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在对抗月光莫利亚的时候，娜美曾经和一个对结婚极度狂热的女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叫罗拉。她告诉娜美，自己出生在新世界，妈妈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海贼。作为纪念，罗拉还曾赠送过半张生命卡给娜美。她告诉娜美，这是自己妈妈的生命卡，也许将来会派上用场。娜美直呼尾田真是个伏笔鬼才，这么多剧集过去了，所有的事情居然还能串联在一起，不能细说，大家也能捋明白了。罗拉的妈妈正是四皇大妈，她还有一个孪生姐妹，名叫戚风。而眼前这个被克雷加提在手里的男子，是罗拉和戚风的爸爸，大妈的丈夫。这时，鹤骑士兰道夫乘坐白鹤，挥动手中的长枪，从空中俯冲下来，解开了观众以及娜美心中的疑惑：那只鹤原来是会飞的呀！路飞拉开框架，准备和那个兰道夫刚一下，克利加站出来，一声怒吼：“住手，兰道夫！”在克利加的身上爆发出一股类似于霸王色霸气的气魄，直接将那只白鹤吓得坠机。周围的霍米茨因为极度恐惧，瞬间枯萎。兰道夫，你小子敢在我面前横插一刀，胆子不小！那只骑着白鹤的兔子爬起身，额头上的冷汗流了下来，愣了几秒后，指着白鹤：“对不起，是他说要过来的。”娜美一看，刚刚嚣张不已的兰道夫，此时吓得都快缩成一团的样子，就知道眼前这个壮汉不得了。路飞轻声说：“我不知道这个家伙地位高低，只知道他很强。”这时，
布雷骑着一头大树精，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冲了过来，一路干掉了不少霍米茨，奔腾到了克雷加的面前。这只大树精是诱惑森林的老大巴姆大王，加上布雷、克雷加3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齐了，看来这场恶战在所难免。布雷骑着巴姆大王对克雷加说道：“哥哥，如果把草帽交给我，分分钟解决他。”克雷加敷衍道：“你们牛逼，你们牛逼，不过现在可不是让你们玩的时候。草帽小子可是干掉过多弗朗明哥的人，实力不容小窥。明天文斯莫克家族的兄弟就要进城了。这次与文斯莫克家族的联姻是妈妈期盼已久的盛事。联姻成功后，妈妈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吉尔玛66的军队以及科技力量，事关重大，应该速战速决。”布雷手中变出魔镜，魔镜中加洛特和小巴都被关了进去，大呼救命。布雷虚张声势的将魔镜丢在地上，镜子直接碎成渣渣。加洛特和乔巴也碎成了一块块。路飞和娜美吓傻了，以为乔巴和加洛特就这样挂掉了。乔巴在镜子碎片中呼唤路飞，表示自己这边完全没事，碎的不过是镜子而已，这里是镜世界，不会受到影响。乔巴忽然低声呼唤路飞的名字，和路飞说了几句悄悄话。克雷加一手提着猥琐大叔，一手转动手中的长剑，接着对大叔的脑袋一剑砍了过去。让我先干掉这个大嘴巴的家伙！猥琐大叔一边挣扎一边求饶，好歹自己也是克雷加名义上的父亲，用不着下这种死手吧？克雷加无情地说道：“那是以前，现在不是了。别说是你，妈妈43个丈夫对她来说都只不过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而已。而且妈妈特意吩咐了，让我送你一程。”猥琐大叔吓得都快哭了。路飞突然冲过来，一脚挡下了克雷加的长剑，接着路飞一个翻身劈腿踢在克雷加的手腕上，克雷加手指一松，猥琐大叔掉了下来。海贼居然会对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出手相救，是因为同情吗？路飞认真的回答：“来来回回都见了几十面了，多少有点感情。”猥琐大叔感动得四涕横流，自己的家人们要对自己下死手，而一个陌生人对自己出手相救。克雷加用身体爆发出来的气魄威慑路飞，路飞却不为所动。周围的霍米茨们尖叫着逃命。克雷加大人要开战了，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伤及无辜，不逃命就只能等死了。娜美和自称为乌奴的猥琐大叔随即起身逃走。布雷见路飞不好惹，于是指挥霍米茨们去欺负娜美和猥琐大叔。霍米茨们欣然接受，欺负弱小这种毫无成本的事情，当然谁都愿意做了。娜美和乌奴拼命的跑，巴姆大王带着霍米茨在后面死命的追。乌奴好奇地问娜美为什么会提到罗拉的名字。娜美想起来，罗拉曾经赠送过自己半张生命卡。为了向乌奴证明自己和罗拉是朋友，娜美在内衣里翻找了半天，终于翻出了那半张生命卡。你看，哇！娜美身后，包括巴姆大王在内的所有霍米茨看到生命卡后都尖叫着跳开。娜美本来并不确定这个生命卡到底是不是大妈的，拿出来原本想向乌奴展示一下。结果娜美转身一看那些霍米茨惊恐的反应，立刻就明白了，看来这确实是大妈的生命卡。大妈生命卡应该是有某种力量，可谓是古代的黄马褂之类的物件，见此物就等于见到皇帝本人，那不害怕才怪。霍米茨这绝对不能反对大妈的，因为害怕大妈的生命卡，巴姆大王和其他霍米茨根本不敢攻击娜美。路飞开启2档窜出去，一招火痛拳，克雷加用长剑扛了下来。突然另一把剑砍过来，路飞向后一跳，躲开了克雷加的攻击。仔细一看，克雷加居然又长出了一条右臂，当然手中的长剑也变成了2把。路飞吓了一跳，克雷加得意地砍了过来。路飞躲开后，克雷加的右手臂也变成了3个，长剑也变成了3把。这是怎么回事？这家伙会自己长手臂？克雷加冲过来，3把长剑一起发动，路飞用武装色拦下来，但依然被击飞。路飞翻滚着撞开霍米茨，掉落在娜美面前。克雷加随后追了过来。放弃无用的挣扎吧，草帽，这就是老子的能力，只要敲一下手臂就会变得更多，所以老子又叫做千手克雷加。路飞和娜美惊讶地看到，克雷加不仅手臂变多了，脚也多了，手中的长剑和盾牌也变多了。现在的克雷加看起来就像个八爪鱼。你以为你会赢啊，草帽？我可不能让你去打扰到妈妈的茶会。路飞十分不屑，自己可是真正和八爪鱼的鱼人交过手的呀，手多又能怎么样？手多就厉害呀，自己还是一样给他一顿暴虐。路飞开启2档，对着克雷加一顿猛攻。克雷加用手中的盾牌一一挡下来，将路飞弹了出去。娜美劝路飞放弃和这种高级干部干架，毕竟他们此行的目的可不是来和大妈海贼团开战的，现在还是应该逃出诱惑森林，把山治找回来要紧。路飞站起来，很酷地说道：“不认真干架怎么能赢啊？我可不知道除了认真干架之外的战斗方式。”克雷加将手中的6把长剑举在面前，炫耀道：“看到没？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剑——岩胶卷柄！狂妄自大的小鬼，让我赐你新世界的洗礼吧！”娜美立刻给克雷加泼了一盆冷水：“你手里不是有6把剑吗？怎么是独一无二的宝剑呢？”此言一出，周围的霍米茨都吓得不敢说话。克雷加一时语塞，娜美赶紧叫上路飞逃命。路飞固执地说道：“我不要，我今天一定要干他！”
路飞一招3打向枪打了过去，克雷加用饼干盾牌直接扛了下来。二人对峙一下，克雷加居然给路飞顶了回去。你们是逃不出去的！克雷加冲过来，手中的6把剑对着路飞一顿猛刺。路飞一顿翻滚，躲开克雷加的进攻。克雷加瞅准机会，瞄准路飞，一招卷椒烟卷饼，手中的剑像旋转的钻头一样，包裹着武装色霸气，直接刺向路飞的腹部。路飞武装色做护甲，扛住克雷加的攻击，但还是被克雷加打飞出去。克雷加提剑追击，娜美想要跑过去帮忙，却被布雷和巴姆大王拦了下来。什么罪恶时代，只是吹牛罢了。凭你们还想潜入茶会破坏婚礼，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你们连妈妈的面都见不到。在路飞一伙之前，万磁王基德、海明阿普、乌尔基、卡彭贝基等罪恶时代的海贼们也曾来挑战大妈，结果除了加入大妈麾下的贝基之外，其他人都以惨败收场。乌尔基这个男人还挺刚的，居然干掉了一个将星。原来大妈海贼团是4个最高干部4将星，被干掉了一个后，直接从将星中被除名。但是乌尔基的下场也没好到哪里去，遭到了克雷加以及大妈海贼团复仇大军的疯狂报复，险些送了命。布雷向娜美丢下一面镜子，娜美好奇地凑过去看，结果布雷的丑脸突然出现在镜子里，镜子突然变大，布雷从镜子里伸出双手抓住娜美的脚踝，来这里让我撕碎你的脸！娜美惊恐地尖叫着，不断扭动身子挣扎。一边的乌奴犹豫了半天，突然冲过来，对着布雷就是一拳，将娜美救了下来。布雷很生气，你这个家伙居然敢与妈妈对抗，你完蛋了！乌奴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娜美捡起天后棒，召唤出闪电，一招劈中了布雷。布雷惨叫着沉入到了镜世界中。虽然布雷暂时撤退了，但乌奴还是很害怕。只要有镜子的地方，布雷就会现身，所以他一定会再来的。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娜美掏出大妈的生命卡，周围的霍米斯吓得全部倒退一步。娜美似乎找到了制胜法宝，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只要好好利用这张生命卡，似乎就可以比那个巴姆大王还要有话语权，完全可以制霸这个诱惑森林啊！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